Hello，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解锁了斯里兰卡最著名的海上列车，并且简单的让大家认识了一下斯里兰卡的一些民族起源。那这一集呢，就让我们继续深入探索的科伦坡这座城市吧。那上一集我们提到了斯里兰卡的主要人口组成呢是僧伽罗人，那另外呢还有两个非常大的族群哦。第一个呢是源自于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，还有呢因为通商而来到斯里兰卡的阿拉伯商人，他们的后代摩尔人。而这就让斯里兰卡的文化多样性呢非常的多元，而每个民族背后的宗教呢也有所不同哦。僧伽罗人呢主要信仰的是佛教，那泰米尔人呢则是印度教，那摩尔人呢则是伊斯兰教。那就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佛教吧。市区里面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佛教建筑，叫做冈嘎拉玛雅寺还有西玛马六甲寺。那冈嘎拉玛雅寺呢其实是建在19世纪晚期的，那它的外观呢其实就非常的独特，它不单纯是斯里兰卡的传统风格，还包含融入了泰国啊、印度啊、中国啊，甚至是一些欧式的建筑风格。然后呢，它也是近代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哦。它收罗了世界各地信徒所捐赠的一些宗教圣物，这使得呢，它不仅是建筑上风格多元，佛寺里面的馆藏呢，也是融合了各国的特色。事实上呢，这个佛寺呢，已经不单单就是一般的佛寺了，我觉得它更可以说是一个佛教的博物馆吧。其中呢，它最为特色的馆藏呢，便是佛陀法舍利。那根据佛教的经典呢，佛陀呢他在世的时候呢，曾亲自的将自己的头发赠予过两个商人。那这两个商人呢，是佛陀成道后呢，首批供奉他的这个信徒。佛陀将他们的佛法交给他们后呢，并且叮嘱他们要带回家乡好好的供奉。那这些法师呢，最后呢分散到了亚洲的各地，包含了缅甸的大金塔，还有现在的斯里兰卡。那就象征的佛法如法一样呢，绵延不绝。那这个佛法舍利呢，原本呢是由斯里兰卡南部的一个高僧他们世代守护的。不过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呢，为了要让更多的信徒能够受到佛陀的庇佑，他们就正式的呢将这个佛法舍利呢正式的引到了冈嘎拉玛雅寺。那可见得呢，冈嘎拉玛雅寺它的含金量有多高哦。毕竟呢，他们供奉着和缅甸大金塔一样的这个佛法舍利呢。那另外呢，在这个寺中还有一个不可错过的圣物，那就是在寺庙的中庭呢，有一棵巨大的菩提树。那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菩提树哦，它是源自于印度的这个菩提伽耶，也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的那棵圣菩提树，它的分支出来的圣苗哦。那关于这个斯里兰卡圣苗这个背后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，我们将会在未来再跟大家做更多详细的介绍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回到这个冈嘎拉玛雅寺，在它的对面呢，有一个佛寺，就是西玛马六甲寺，它仿佛就飘在湖面上一样。那这个佛寺呢，跟刚刚介绍的佛寺，他们其实是共享的同一个门票，其实它算是冈嘎拉玛雅寺的一个分支吧。那我们一踏入到这个水上的佛寺呢，我们就会仿佛进入到一个神奇的结界。尽管它坐落于市中心，旁边也算是人车非常拥挤，但是呢，踏到这边呢，却有些异常的静谧。那傍晚的时候呢，伴随着这个湖光的倒影啊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让人静下心来，然后散步、漫步或是冥想的一个地方哦。
那接着呢，就让我们来看看哥伦波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印度教神庙。那这个神庙呢，它主祀是湿婆神，那跟我们一般所认知到比较色彩缤纷的印度教神庙呢，有着非常大的不同。建筑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，就是呢，它基本上都是由深灰色的花岗岩所打造的，视觉上就会有一种一秒穿越到神秘异世界的感觉。再加上它整体的建筑里面的内部的设计呢，又像宫殿一样，真的是极为震撼。只是比较可惜的呢，就是这个里面呢没有办法拍照录影，所以说只能让大家看一些网络上面的片段。那必须说呢，我觉得真的是来到斯里兰卡哥伦波里面呢，一定要看一下的一个神庙哦。那再来呢，就先让我们把目光从神庙移动到它对面的一个天主教堂吧，那它叫做圣安东尼天主教堂。一踏入到这个天主教堂呢，旅客们应该都会发现地板上呢有一些比较不知名的凹痕，或说是弹孔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是源自于2019年的一场悲剧。在2019年的4月21号的一个早晨呢，在短短不到1个小时内，斯里兰卡各地发生了6起的连环爆炸案。那目标非常精准的锁定在了教堂以及高级的5星级饭店里面。那炸弹里面呢，包含着大量的钢珠，那造成了当下260人的死亡。背后呢的主谋呢是斯里兰卡的一个极端组织，叫做国家神教团。那背后呢被认为是深受到国际的极端组织 ISIS 的这个影响。那教堂呢经过复原后已经重新开放给世人了，但是它仍然保留着部分的弹痕，那也是提醒着我们世人和平的一个重要性啦。好，最后呢，就让我们来去认识一下哥伦波另外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宗教建筑——红色清真寺。红色清真寺呢，它其实位在于全哥伦波最吵、最拥挤，甚至有些脏乱的地方，也就是贝塔市场的正中心。但是呢，当大家一跨进去清真寺里面，外面的喇叭声啊、叫卖声就会被瞬间隔绝开来，真的是算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。那红色清真寺呢，它的外观真的是非常的特殊，也是成为现在许多旅客必去的一个打卡的地方啊。那四方人员呢，其实也非常热情的会带大家参观，并且介绍这间清真寺。不过呢，每天开放给旅客的时间呢是相对有限的，因此呢，建议大家在开放前呢就先去排队。那门口呢也会有工作人员提供给免费的袍子，让观光客套上。那工作人员呢也会非常热情的然后招待大家。那结束之后呢，大家不妨呢也可以就在这个贝塔市场里面闲晃，来体验一下哥伦波人民呢最淳朴，然后呢最贴近生活感的那一面。好啦，那以上呢便是哥伦波几个比较著名的一些文化景点啦，那也让我们呢对斯里兰卡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认识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将带大家到哥伦波的郊区来探索斯里兰卡最重要的佛寺之一，传说中佛陀甚至亲临此处哦。那接着呢，就会带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，就是呢，可以到大象孤儿院里面呢，零距离的呢跟大象有一些互动哦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接下来的旅游冒险影片的话嘛呢，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。然后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。那更多的知识影片呢，就在吉米的频道。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